你不需要证明什么才能达成你渴望的生活。你不需要比谁更努力。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同意你、理解你、看见你。你甚至不需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模样，才配得上那个你心中渴望的画面。这不是一场交换，不是你牺牲了什么就能换回什么，不是你撑过了多少才有资格被爱、被支持、被成全。但我们总是忘记这件事。我们从小就学会了，要乖一点才会被喜欢，要成绩好一点才会被称赞，要懂事一点才不会让人失望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以为人生是一场不断证明自己够好的过程。我们把爱、自由、金钱、成功、关系都当作要争取来的结果。我们活得越来越辛苦，却不敢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是出于渴望前进，还是只是害怕不够好而拼命追赶？你说你想要一段被理解的爱，但你总是在压抑情绪，过度付出，试图让自己变成对方理想的样子。你说你想过自由的生活，但你每天把自己压在不喜欢的工作里，只是因为你觉得还没做到什么之前，你不配自由。我们活得像在赢得一张门票，而不是记得自己早已被邀请。那个你渴望的生活，不是你证明出来的，是你允许自己相信你值得的。当你还在努力证明，你无法真正接收，因为你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。你无法安心停下来。你以为放松是一种罪恶，你以为喜悦是得来不易的恩典，所以你怀疑它，你推开它，你惧怕它消失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改变我人生的，不是我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我开始学会承认，就算此刻的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依然值得被爱，值得被选择，值得丰盛。那是从内在价值出发的信念，不是从成就换来的价值延伸出来的肯定。你不需要证明你是个好人，你就是。你不需要证明你够努力，你已经尽力。你不需要证明你值得被爱，你一直都值得。你不需要证明你够特别，你本来就独一无二。当你松开那个我要变得更好才配的思维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开始对你温柔了。你开始允许自己接收爱，接收支持，接收快乐。你开始不那么害怕犯错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不是靠无懈可击来维持的。证明是来自恐惧的能量，它让我们抓得很紧，总怕一放手就会失去什么。但渴望是来自灵魂的召唤，它不急，它温柔，它有耐心，它知道你终究会记得，你想要的其实也在找你。你可以做事，但不要为了证明。你可以努力，但不是为了换取价值感。你可以想要更多，但不是因为你现在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你的灵魂还能容纳更大的喜悦。当你从证明转向允许，你的频率会变得柔软，你会发现那些一直追不到的梦，开始轻轻地靠近你。你会发现人们对你的态度也跟着改变，不是因为你变了谁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允许自己不再伪装。你原本就是完整的，只是你忘了。
你不用像谁一样，也不用比谁优秀，你只要像你自己，那个诚实、真实，带着点怀疑却还愿意相信的你。有时候，最大的勇气，不是战胜什么，而是承认，我什么都不用证明了，我已经够好了。从这个状态出发的行动，不会让你燃烧殆尽，它会滋养你，支持你，让你越走越轻盈。因为你不是从恐惧自己不够出发，你是从相信自己值得开始，而这就是显化最强大的频率。你不需要证明什么，才能达成你渴望的生活。你只需要开始相信，你现在的样子就可以走向那个梦，你现在的能量就可以打开那道门，你现在的存在就已经够好，够值得，够完整。所以，放下那副盔甲吧，放下你一直以为非做不可的角色，放下那句我还不够的旧语言，因为你一直都在，你一直都够，你一直都被爱着。现在，换宇宙来证明给你看，你能实现的，不会比你敢想的少。不是因为奇迹总会发生，而是因为你愿意相信的程度，决定了你能接住多少来自宇宙的回应。每一个你曾经想过但马上否定掉的渴望，其实都不是随便冒出来的，它们是你灵魂里更高的潜能，试图透过念头向你打招呼。那不是幻想，那是召唤。你也许会觉得，我怎么敢想要那样的生活？我怎么可能做得到那件事？像我这样平凡的人，有可能吗？但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因为做不到才不敢想，你是不敢想，所以才一直做不到。我们早就被训练成现实主义者，我们学会不要太贪心，不要痴心妄想，不要高估自己。于是，我们的梦想越缩越小，小到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们狂妄，小到只剩下不被失望的安全，而不是被实现的可能。你可以静下来问问自己，你最近一次全心全意去相信某件渴望是什么时候？你最近一次不带防备的去期待一个愿望是什么时候？还是你早就习惯在想之前就先打折，在梦之前就先设限，在说出口前就先说没关系，我随便就好。你不是真的不想，你只是太害怕失望，太习惯保护自己不受伤，所以选择先放弃来换取一点安全感。但那个你放弃掉的，也许正是你本来就能实现的未来。宇宙不会比你还怕你梦想太大，只有你会因为觉得不配而缩小了自己的容器。你能显化的世界，其实不会比你敢相信的还少。你敢想1寸，宇宙就能动1尺。你敢梦大一点，它就给你多一层路径。不是因为它在测验你，而是因为它透过你的信念，才能找到让你实现的方式。很多人以为显化是我想了它就会来，但其实显化是你愿意相信它值得来，你就会愿意打开自己去接住它。那之间的差别是能量频率的转换，是一种从怀疑走向允许的过程，是一种从保护自己走向成全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总是在想，这样真的会不会太多？我配得上那样的幸福吗？如果没有发生，我会不会更失望？
那你其实已经在拒绝它来到。宇宙听的是你内在的震动，不是你口头说了什么梦想，而是你是否相信自己能撑得起那份实现。你是否相信你值得被爱得更深，活得更大，笑得更自由？想象力不是空泛的，它是一个门，打开它，你才知道原来还有更多房间，还有更多风景，还有更多未知的奇迹在等你前来体验。不要再问我怎么可能做到，请开始问，如果我真的可以，我会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像一道光，照亮你被现实压抑过的渴望，它会慢慢唤醒你那个遗忘的自己，那个还敢期待、敢相信、敢去想的自己。你能想得多自由，你就能活得多自由；你能梦得多宽广，你的人生就能展开多宽阔的路径。实现不是努力拼来的，是你一点一滴的把我值得的感觉种进身体，让它慢慢长出新的行动、新的选择、新的勇气。别再因为害怕失望，就把想法掐死在起点。别再因为怕别人觉得你太疯，就压抑住灵魂的声音。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，只是你被教会要乖，要理性，要成熟。但这些从来不是限制梦想的理由。梦想不是幼稚，梦想是你与生命之间的对话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敢想、敢说出口、敢承认你想要，生活会开始不一样。你的眼神会变亮，你的身体会有方向感，你的决定会更明确。你不再只是过生活，而是在走向生活。你会吸引来对的人、对的机会、对的支持，因为你愿意打开那个愿望的门。你不再逃避它、害怕它、怀疑它。你能实现的，真的不会比你敢想的少。而你现在能做的第一步，就是让自己开始敢想。闭上眼，让渴望浮现，不要马上分析它的可行性，先容许它在你心里发光。那个光就是你的生命力，它会引导你穿越怀疑与不安，走向你本来就能成为的那个版本。你配得起你所梦见的世界，而它也正在等你敞开自己去迎接。执行力的源头，是你相信自己值得拥有，不是你有多自律，不是你多会时间管理，也不是你有多懂计划与目标设定，而是你内心深处真的相信，我可以拥有那样的生活，我值得过得更好。真正推动你行动的，从来不是责任感，而是价值感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执行力，但他们只是从来没真正相信过那个梦想跟自己有关，所以他们会逃避、拖延、分心，拖到最后一刻。不是因为懒，而是因为深层的不确定感。我真的可以做到吗？我真的值得那样的成功吗？如果我试了还是不够好怎么办？这些潜意识的怀疑，就像暗流，在你准备前进的时候悄悄把你拉住。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，然后说我没有动力。其实你不是没有动力，你是还不相信值得拥有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投入。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值得，行动会变得自然、轻盈，带有喜悦。你不再是在做该做的事，
而是在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会开始早起，开始写作，开始运动，开始学习，开始打扫你的环境，打理你的生活，对自己负责。不是因为你逼自己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承认，我想要的，我配的。当你相信你值得健康，你就会开始好好照顾身体。当你相信你值得爱，你就会开始好好经营关系。当你相信你值得成功，你就会愿意坚持你正在做的事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不是在证明什么，你只是在实现那个早已存在你心中的愿望。执行力不是一个硬撑出来的东西，它是你内在深度连结自己渴望后的自然流动。想一想，那些你曾经很自然的就做到的事，是不是都是因为你发自内心觉得重要，发自内心想靠近，发自内心觉得有价值？那就是你真正有能量的地方。而你要做的，不是强迫自己变得更有执行力，而是慢慢练习，让自己相信我值得。你值得完成这段旅程，你值得穿上你喜欢的样子，你值得活在你向往的世界里，你值得为自己而努力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记得，你早就够好。你会开始帮未来的自己铺路，不是因为你焦虑当下的样子，而是因为你爱那个正在变得更自由的自己。你开始行动，不是因为你怕失败，而是因为你知道你本来就可以。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相信自己配的，他的语气会变得笃定，他的眼神会开始有光，他的脚步会变得稳，他的选择会不再反复，因为他不再怀疑我行不行，他只在乎我想不想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自己说一句话：我值得拥有我渴望的生活。一开始你会觉得不真实，会觉得空泛，但没关系，说多了它会开始变成你的信念，信念多了，它会开始转化你的情绪，情绪稳了，你会开始愿意尝试、冒险、行动，相信。你不是因为先成功了才值得，你是因为值得，才会慢慢走向成功。而真正持久的执行力，不是一种压力，是一种信任，一种你知道你会走到那里，所以愿意一点一滴前进的信任。你不再焦虑成果什么时候会来，因为你知道那是必然。你不再批判自己的速度慢，因为你知道这是在累积。你不再比较别人的进度，因为你知道你走的是属于自己的路。所以你做，不是因为怕来不及，是因为你爱现在的自己。你继续，不是因为你要被谁认可，是因为你已经认可自己。你完成，不是为了证明你行，而是为了拥抱那个你一直渴望成为的自己。执行力的背后，不是计划多完美，而是你是否开始相信，你值得让梦想变成现实，你值得让愿望不只是幻想，你值得让行动承接你所有的渴望，你值得拥有这一切。而当你相信了，你就不会停止，也不会轻易放弃，因为你知道，那条路是你的，那份愿是属于你的，那个未来是你可以活出的真实。你无法吸引你不相信自己值得的东西，
这句话可能会让人有点刺痛，但也正是疗愈的起点。你一直在渴望爱，渴望自由，渴望金钱，渴望丰盛的生活。但为什么那一切总是停在门外？为什么总是靠近一点就滑走？为什么你努力了这么多，结果却还是一样空？不是你不够好，不是你做的不够，而是你内心某一个角落，其实不相信自己配得那样的好事。我们活在一个被教导要有价值才值得拥有的世界。你要够聪明，够漂亮，够努力，够温柔，够稳定，才可以被爱，被选择，被看见。于是你开始不断补偿那些你觉得自己不够的地方。你用力工作，用力讨好，用力证明，用力忍耐，却从没真正停下来问：我现在是出于爱还是出于匮乏在前进？很多人说显化不灵，说他们明明做了冥想，写了愿望清单，想得很努力，但为什么结果还是没来？因为显化不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相信什么。你相信你值得，你才会自然而然地打开自己去接收，去行动，去对齐，去承载。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值得，你就会在接近时退缩。你会怀疑这是不是假的，会不会失去，会不会被骗。你会主动破坏它，逃离它，说服自己那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你不是不想拥有，你是不敢拥有。你怕拥有之后会失去，你怕喜悦之后会带来痛苦，你怕被选择之后会暴露真实的自己而被拒绝。你怕的不是显化来不来，你怕的是你没有能力承载那个更大的自己。但你可以慢慢学习，允许自己配的，允许自己相信，允许自己接住那份渴望。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是一次一次的选择，一次一次对自己说：我现在可以选择相信我值得被爱，我现在可以选择相信我值得被支持，我现在可以选择相信我值得丰盛。每一次你愿意这样对自己说，你就在重编你的频率，你就在打开一条新的路。吸引不是抓住，吸引是成为那个频率的本身。如果你想吸引稳定的爱，你就要先成为那个不再用爱来交换价值的人。如果你想吸引金钱的流动，你就要先松开对金钱的羞愧与恐惧，相信它来到你身边是因为你本来就配的，而不是因为你够用才值得。如果你想吸引被看见，你要先愿意看见自己，不再贬低，不再回避，不再自我否定。这世界的法则从来不是够了才会来，而是你相信自己够了，它就会来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自我催眠，但其实这是能量的自然共振。你散发什么频率，宇宙就将什么频率的实相带到你面前。所以，若你一直吸引来忽略你的人，可能是你还不敢全然承认自己的存在有价值。若你一直吸引来让你努力付出的关系，可能是你还在透过付出换取爱的许可。若你一直吸引来财务上的紧绷，可能是你还觉得轻松获得是不安全、不被允许的。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的信念还停在过去的经验里，而你现在已经可以重新选择了。你可以选择，不是等到变成更好的自己才值得，
而是你现在的样子就足够。你现在的存在就值得被回应、被接住、被支持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再问我怎么还没吸引到，请开始问我在哪里还不相信我值得。当你开始这样问，很多答案会浮现，也许是某次被拒绝的记忆，也许是从小学会的自我批判，也许是社会灌输的价值观，但这些都不是真相，它们只是你曾经以为是必须的交换条件，而真相是，你从来不需要用完美换取爱，你从来不需要靠努力来证明存在的价值，你从来不需要压抑渴望来显得谦虚、乖巧、值得。你只需要相信，你渴望的不是奢求，是灵魂的召唤，是你早已准备好，只差一个允许。你无法吸引你不相信自己值得的东西，但一旦你开始相信，世界就会打开，门会开始应声而开，爱会靠近，金钱会流入，支持会显现，奇迹会变得自然，因为你终于对齐了那个最深的频率。我值得。成就不是拼来的，是频率对齐的结果。你可以很努力，却离成功越来越远。你可以每天做很多事，却觉得自己毫无进展。那不是你不够好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努力的方向没有对齐你真正的频率。这个世界习惯用拼来证明价值，越累越忙越撑越熬，仿佛才代表你在向上，才值得拥有成果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看起来轻松，却总是顺流的创造丰盛成功，而你用尽全力，却不过勉强维持现状，甚至逐渐耗尽热情。这不是命运的不公，是频率的不同。频率是你内在相信什么、感受什么、选择什么的总和，是你无需言语也在向宇宙传递的讯号。当你的内在频率与渴望一致，宇宙就会以同步的形式回应你。反之，当你在做一件你觉得该做，但内心抗拒的事，那频率是不稳定的。你的行动会被怀疑包裹，你的选择会被焦虑驱动，你的结果自然就会是混乱、卡住与无法持续。成就不是靠燃烧自己换来的代价，它是你对齐自己后自然而然诞生的结果。真正的对齐是内在与外在一致，是你相信、你渴望、你行动的方向一致，不是你一边想要自由，一边却选择把自己绑死在不喜欢的生活里，不是你说你想被看见，却总是把自己缩小藏起来，不是你说你想创造价值，却害怕真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。对齐是诚实，对齐是信任，对齐是你选择相信我值得活出这个愿望，所以你让自己变成那个愿望会选择的容器。很多人问，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频率是对的？答案是，看你的状态。你是轻盈的还是紧绷的？你是喜悦的还是焦虑的？你是充满期待的还是想赶快完成的？你是在创造还是在逃避？你是在表达爱还是在证明价值？这些情绪就是你最诚实的指南针。你可以做一样的事情，但带着不同的频率，就会创造截然不同的现实。
当你做事是出于我怕失败，你会紧张，会用力，会消耗自己。当你做事是出于我相信这是我的热情，你会稳定，会流动，会感到满足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努力，要拼搏，要不怕辛苦。但没有人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就不是来自头脑的用力，而是来自内在的整合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练习，问问自己，我这样做是为了对齐我的渴望，还是为了逃避恐惧？我现在的状态是在扩张，还是在收缩？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调整自己的频率，很多以前靠努力都推不动的事情，开始松动了，流动了，发生了。你会遇到刚好的人，刚好的机会，刚好的灵感。你不再逼自己前进，而是由内而外的被渴望带着走。你开始享受那个过程，而不是苦撑着去追结果。这样的行动才有力量，这样的努力才会持久，这样的你才会真正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就。你会发现，成功不是因为你付出了比别人多，而是你愿意对齐自己多一点，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，你愿意信任你的渴望，你愿意成为那个可以承载梦想的人。所以，放下拼命吧，放下那种我一定要比别人多付出才能换得结果的信念。那不是唯一的道路，也不是最适合你的路。你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拼死拼活才有价值，你来是为了体验创造的喜悦，你来是为了活出你本来就有的频率，你来是为了在对齐中看见宇宙如何配合你的信念，完成你的愿望。成就不是拼来的，是你开始懂得对齐自己的那一刻，自然流出的结果。丰盛从来不是目标，而是你愿意成为谁。你不是去追丰盛，你是成为它。很多人以为丰盛是一个结果，是你达到某个财务数字，某种生活形态，某个外在成就以后的奖励。但其实，真正持久的丰盛，是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状态活着开始的。它不是你做了多少，而是你相信自己是谁。它不是你拥有什么，而是你允许自己成为什么样的频率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赚钱，追求成功，但却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活在一种内在稳定、足够、流动与自由的状态中。所以我们开始追工作，追人脉，追目标，追机会，追到最后，不但没感觉到丰盛，反而越来越焦虑、疲惫与空虚。那是因为我们把外在的丰盛当成了目的地，却忘了内在的状态才是那条路的起点。你可以拥有再多，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自己够好、够安全、够被支持，你依然会活在匮乏里。即使账户有钱，心还是觉得不够。但当你开始练习一种我已经够了的状态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开始自然地靠近你。你不再追逐，而是吸引；你不再逼自己努力，而是从对齐出发，稳稳地走。丰盛的本质从来不是得到了什么，而是你是谁的时候，自然会得到什么。如果你是信任的人，宇宙会给你更多可以信任的事物。如果你是开放的人，
世界会回应你更多可能。如果你是感激的人，生命会让你遇见更多值得感激的丰盛。所以与其问我要做什么才能变丰盛，不如问我需要成为谁才能自然地与丰盛对齐。你可以是一个愿意接收的人，不是总是说太多了，不可能，不敢要。你可以是一个知道自己值得的人，不是总是在结果来临前就先自我怀疑、否定、退缩。你可以是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人，不是总是用外在的比较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当你这样成为，你就不再是那个靠目标驱动的自己，你变成那个由内在稳定延伸行动的你。你不会因为看不到成果就想放弃，因为你早已活在那个能量里。你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达到什么，而是因为这就是我。你是那个懂得丰盛语言的人，所以你自然会说出、做出、选择出让自己扩张的决定。你不再害怕流动，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在失去，你是在让出空间，迎接更新的可能。你不再焦急等待，因为你知道你不是等一个结果，你正在成为那个结果的容器。真正的丰盛是一种我值得、我知道、我敞开、我准备好的存在状态。它不急，它不怀疑，它也不证明，它只是稳稳地、深深地知道，我就是那个拥有这一切的人。当你活在这样的频率里，你开始做的每件事都会有力量，你面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影响，你经手的每一个创造都带着源源不绝的生命能量。这样的你不需要用拼来换结果，你不需要用表现来换价值，你不需要用控制来换安全感，你只需要越来越深的活成那个你想要的样子。你想要爱，你就练习活在爱里；你想要自由，你就练习信任自己的选择；你想要丰盛，你就练习相信自己本来就是丰盛的延伸。不要再把丰盛当成一个终点，它其实一直都在，它只是在等你成为那个愿意承载它的人。你不需要完成什么才能拥有，你只需要记得，我是谁，就会决定我拥有什么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每个决定、每个行动、每个选择，都对齐那个更大、更自由、更喜悦的自己。让你的存在成为丰盛的容器，让你所成为的样子自然吸引你原本就配得的一切。因为丰盛从来不是目标，而是你愿意成为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